对于中国，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吗？中国人真的吃老鼠吗？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这个尼布楚当地的一个披萨和汉堡的店，点个汉堡，他跟我说要等50分钟，那我可能就等到饿都饿过了。现在点了个披萨啊，等25分钟。所以这边的生活节奏那真的叫一个慢啊！这边这个小姐姐刚刚看到我们拍视频了，特别好奇啊，过来跟他们合影。这里的那个服务员年纪非常小，今年在读大学。他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来到他这个城市啊，感觉非常的好奇。今天我们就又来到了这儿，我们也聊一聊俄罗斯大学生人眼中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Hello. Sorry, your name?Елизавета. Yes. 伊丽莎维塔，我问一下她，看她今天有没有事儿啊？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们可以聊聊天吗 Yes. Yes. OK. 因为现在是下午大概4点多钟啊，可能在店里不是特别忙的时候。你了解中国吗？你印象里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？ Я не особо знаю Китай. 所以我对中国了解不多，我只对日本了解一点，因为它是旭日东升的土地。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城市是俄罗斯的尼布楚，这个城市呢，它不但是一个在边境上的城市，而且呢，在康熙之前啊，它也是属于这个大清版图中的一部分。所以原本我以为这个地方，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以前的那种文化的遗迹，但至少本地人呢，可能对历史啊，或者是中国的渊源呀、中国的文化，会有一点点的思考。但是我现在问这个小女孩，她可能对中国的了解就非常非常少。如果你出国旅游的话，你最想去哪个国家？ Японию и, наверное, Америку. 日本还有美国，可能还有美国。比较喜欢日本和美国吗？ Я предпочитаю Японию конкретно из моих нравится. 从我的喜好来看，我特别喜欢日本，因为我喜欢那种动漫，还有美国，这很酷。这个可能就是大多数的年轻人可能都是差不多的这种心理啊。对于中国，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吗？ Правда, что в Китае едят мышей. 中国人真的吃老鼠吗？这个问题好像我之前去到伊拉克的时候，也有当地的那个人问我，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吃啊？看到这个印象真的是对于外国人来说真的是很深刻啊。中国很大，和俄罗斯一样，中国也有很多的城市和很多不同的饮食文化。有一小部分人他们会爱吃老鼠等一些比较奇怪的食物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太喜欢，我就从来都没有吃过。我听说俄罗斯的教育都是免费的，你从上小学到大学都不用自己出钱吗？ Так, оно бесплатное, только если ты хорошо учишься. 所以只有你学得好才免费，如果你学得不好，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它是付费的。这个其实跟之前了解的俄罗斯的情况有很大的信息差啊。以前我就是听一些可以说是营销号说的啊，但刚刚小姐姐说的就是你学成绩好才免费。如果你们生病了去医院，需要自己出钱吗？ Если мы заболели, то бесплатно. Если мы ходим в поликлинику. 有免费治疗，但如果在私人诊所，则有付费治疗。这个就是其实和很多有那个免费医疗的国家是一样的，就是有一部分的诊所和医院是免费的，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医疗服务，去那个私人的，那就是需要付费的啊。这家披萨店是你工作的地方吗？我在这儿上班。在俄罗斯大学生出来打工的人多吗？ Да, есть такие, которые ходят, но есть. 有些人去，但很多人不去。跟咱们也差不多啊，中国也差不多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不礼貌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你在这里工作，工资是怎样的？如果你不方便，可以不回答。Ну, в основном в день 1200, но если большая. 基本上每天1200。他们的工资的话，大概是每天折合人民币的话，大概在100块钱左右。今天的生意好的话，可能会更高，可能是带几%的提成这样。其实这个好像和咱们中国的兼职的可能工资收入待遇也差不多啊，因为薪水不错，但不足以满足小需求。工资来说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也不算是特别高的一个工资。这个我们和小妹妹聊着，然后老板出来了，他对咱们的到来也是非常的很热情啊，非常的
感兴趣。是成立于17世纪。他在给我们介绍这个城市的历史。OK，photo，我们拍个照片，然后有外国友人也来我们店消费了的这个意思啊。这边他们店有一个照片墙啊，可能过几天咱们的照片就会挂在这个上面。妹妹呢告诉我她要去送外卖了，所以我们看看他们这种冰天雪地里面啊，该怎么去送呢？哦，这个车啊，这个车，Да, но у нас есть основной продукт. 在他们这儿呢，就是有专门的外卖员，但是呢，他们是专门开着汽车送的。因为这个城市其实它也并不大啊，所以说，这个工作也许只是一个兼职吧。跟这个小姐姐的聊天呢，是因为我们去到她店里的时候，她对我们特别的好奇，也特别的热情，所以说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交流。当然呢，她也仅仅是俄罗斯的一个年轻人啊，只有16岁，所以她的观点呢，或者她的问题呢，她的喜好呢，也仅仅代表她自己。她呢，也是我了解俄罗斯的窗口之一，也希望今天的视频呢，也是大家了解俄罗斯的来源之一。